严昭，民政局快关门了，你什么时候和我去结婚？这姑娘什么来头？竟敢直呼严总名字，还叫他去结婚？那可是严昭，严家继承人，京城的头号疯狗，他不要命了！结婚需要双方的身份证，你带了吗？有意思，平时那些女人早就吓跑，她倒是胆子大。走走啊，只要你能嫁给严昭，你爸爸住院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严家承担。这小不点是严志琛给我选的未婚妻，叫什么来着？成年了吗？也敢说要给我当老婆？我叫叶枣，我成年了。有意思，这小不点怎么会读心术一样？我确实会读心术。你要干什么？不是说成年了吗？我要亲自验货。待会儿你能轻一点吗？拿这个。那个，这里是要填写我的名字吗？不然呢？写我的。那这是填性别吗？我有读写障碍，我的大脑识别不了文字。严总，这个病啊，有极大的可能遗传给下一代。虽然董事长和严总关系不好，但也用不着精挑细选一个脑子有病的女人当儿媳吧？老头子没让你瞒着我。说了，但是我不想骗婚。表格现在还没有填完，你后悔的话还来得及。我有说不结婚吗？既然你说了你不想骗婚，那我也跟你说清楚，结婚可以，但只有3个月。3个月一到，立刻离婚。不管那老东西和他达成了什么交易，3个月也足够他完成。严总自己的表都不填，居然在帮他填。这就结婚了。婚后约法3章：第一，我的事儿你少管；第二，没事别来烦我；第三，你有没有要补充的？没有。那老头从哪儿找来这么个逆来顺受的？好，那第3条，不准随便哭鼻子。严昭，我疼。早早，你终于回来上班了。之前从没见你请过这么久的假，你去做什么啦？我家里有一点事，就回了趟老家。哦，对了，早早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几天啊，安雨霏天天和客人眉来眼去的，抢了你好几个客人。是吗？都有谁啊？像马总啊、赵总，还有那个最难缠的陆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陆总今天又来了，点名要雨霏服务。刚刚安雨霏还过来放话说，就算你回来了，他们也不会再去找你的。哦，早早，你一下损失了3个顾客，你都不生气的吗？那3个人心思都不好，陆总私底下约了我不知道多少次了，这下走了，我正好清静。也是，不过我听说今天好像来个大客户，老板都亲自来了，安雨霏肯定又要和你抢。什么大客户？听说好像是姓严。
春池里，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行。哎，你看这环境多好啊！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有个茶艺师啊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还特别的善解人意。你看上了？我给你捂死了！你看看你啊，光棍了这么久，没有个好脾气的姑娘，谁受得了你啊？没兴趣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不可能！就你这性格，要是有姑娘愿意嫁给你，我倒立洗头。客人，我进来了。哎，快快快，人家姑娘都来了，尝尝她的手艺啊！那个安雨飞真是不要脸，老板都说让你去了，他非要抢着去。老板也是迷惑操作，居然还同意了。越是大人物越难伺候，他要是想去就让他去吧。早早，还是你想得开。叶早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？我这才刚回来，还有点事。哎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可是客人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给我泡茶。不好意思，陆总，我真的还有别的工作。哎，就是啊，陆总，我帮你把雨飞喊过来。我今天非要让你给我泡，我花了钱，你就必须伺候好我。你要是和雨飞一样懂事儿，往后的豪车少不了你的。放开我，陆总，这是茶室。你起开！你们这种不就是出来卖的吗？别以为自己会泡茶，就在这给我装清高。来吧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狼严昭？你怎么是他？哎，严总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喂，没带纸，脏了我的手。我这里有手帕。叶总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严先生，谢谢您救了我朋友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吓死我了！早早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还敢把你手帕给他啊？那可是严昭，整个京城无人敢惹的活阎王。我听说啊，之前有女佣故意搭讪他，直接被保镖抬走了。其实他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。早早，你就是没和他相处过，不了解他才会这么说的。那手帕可是咱们员工手帕，上面还有你名字呢。万一他等下找你麻烦可怎么办啊？叶早，不好了，于飞惹事了，现在客人点名要你去泡茶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吵死了！敢在严昭身上乱摸，没砍你的手已经是便宜你了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你就是叶早吧？我们朝哥第一次来就喊你，你们之前是不是就认识啊？他没告诉朋友，应该是不想暴露我们的关系吧？不算认识，只是严总刚刚替我解了围。啊，对啊，不认识。既然来了，还不快坐下来泡茶？给我们泡2杯碧螺春就行。这死丫头，凭什么这么好命？这2个客人都不是好伺候的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付。我让他过来偷个懒休息，他倒装不认识。胃疼，早知道吃片胃药再来。不行，在美女面前不能丢面子。先生，我给您泡1杯金骏眉可以吗？胃寒不宜饮用绿茶，红茶比较滋润养胃，可以缓解一些疼痛。他怎么知道我胃疼？你交代的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听说过，你们这儿有个特别善解人意的茶艺师，光看人的面相就知道用什么茶。原来就是你啊！既然你给他看了，你也给我看看，我适合喝什么样的茶。那我呢？我适合喝什么茶？这小丫头提前调查了我身边的人，难道之前都是装的？严总，你身体健康，喝什么茶都合适。哎，行了啊，
别为难人家了。你呢，随便给他泡个什么都行。哎，你刚刚说你结婚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你结婚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对方是什么人？哪家的大小姐？是什么类型的？清纯还是御姐？不会是萝莉吧？叶小姐，你觉得呢？叶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严先生，你的茶已经泡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收拾一下，换个衣服。哎，他的茶什么功效啊？去火。去火？去火好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样的姑娘能嫁给你啊？一个胆子挺肥的兔子。你是我。他这是生气了，来找我算账。救命啊！我也没惹他。梦在凝结后尘封，吹拂你的笑容，停留很久，像回忆的魔咒。这身旗袍不错，今天晚上可以穿回家。颜色太斑驳，像漩涡。我怎么真把旗袍给带回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先找地方藏一下。做贼来了。我收拾东西。这么乖。你先洗还是我先洗？我先洗。我等不及了。我怎么说不出话了？眼睛好痛，腰也好痛。老实点儿，别乱动。这是什么药？还能是什么药？当然是止痛药和消炎药。毒药，吃吧，毒死你。其实严昭人也挺好的，就是嘴不太坏。我现在不想睡，我想上厕所。干什么？勾我？再这，我就半推半就了。我帮你。小丫头片子，防谁呢？严伯伯，还叫伯伯呢？爸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那我以后呀，就多了一个好女儿了。早早，听说你是专业茶艺师，泡茶特别好，就是不知道妈妈今天有没有这个口福喝到你泡的茶呢？哎，早早，回到家里就不泡茶了吗？工作和生活要分开。你这个年纪，应该学会享受生活。老头子还真护这小丫头片子。行，现在好了，这家又多了一个让我恶心膈应的玩意儿。啊，对了，早早，那个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亲自下厨给你做2道。我都喜欢，您安排就行。
呀，你看看这孩子多懂事呢，难怪阿昭喜欢呢。早早啊，阿昭这几天对你好吗？他对我不坏的。哦，那就好。阿昭这孩子啊，性格看上去有点固执，但其实他是太孤独了。我明白的，我现在既然是他的妻子，肯定会好好照顾他。即便我和他没有真正的爱情。早早，我这手艺不知道你吃得惯不？我都吃得惯的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跟阿昭一样不喜欢我呢。呸！我不是个卖茶皮小婊子，以为是我做的菜。等下我多吐点口水，反正我家天野从来不吃荤菜。我往地上弄这么多油，看待会不摔死你！早早啊，菜洗好了你就拿过来吧。小贱人，运气真好。哼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那油不滑了？哎呦，哎，我的屁股！你没事吧？妈没事，没事。手艺还这么好？你喜欢就好。哎，刚刚没什么事儿吧？一点小伤，没事的。哦，三少回来了。干什么？让你来这儿，是来当小丫鬟的吗？手怎么这么冰？刚才早早呢，帮我在厨房洗菜了，没什么事儿的。家里是没佣人。赤小野种这么糊涂。哼，我是自己主动去的，没事，先去吃饭吧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这白天都好好的，怎么又咳开了？天野，你是不是把药偷偷倒了？啊，我没事。三弟，好久不见。这一屋子的细节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除了叶总，全是垃圾。因为叶总是一个小傻子。延长，先吃饭吧。叶总居然敢劝延昭，先吃饭吧。老子听了一天的报告，耳朵都要起茧，一下班就往这跑，他以为是一位谁？真是个小没良心的，胳膊肘往坏了。延长，你要是不想回来，我们快点吃完就走，好不好？延昭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
吃吧，没事吧？张妈，快给天野拿药。水。他怎么知道我要喝水？天野身体不好，早早，你快吃饭吧啊，别影响到你。离我儿子远点，贱人！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坏心思？少爷，药。不吃了，再吃就成药罐子了。喝水就行。天野，你别勉强自己啊。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好，下去吧。谢谢你啊，弟妹。不客气。赶紧吃，废什么话？这肉被吐过口水，我可不敢吃。哎呀！阿昭，既然你今天回来了，晚上就跟早早住家里吧。你还吃不吃？爸在和你说话呢。我吃。早早，你爸都发话了，你跟阿昭啊，今天就留下。阿昭好久呢都没有回家住了。烦不烦？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弟妹应该还没吃完吧？留在这里继续吃，还是跟我走？留在这里继续吃，还是跟我走？叶早，你要是真不想跟我走，现在就下车，没人逼你。严章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嫁给你是带着任务要监视你的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承认，我嫁给你确实带着私心。我父亲病了，需要钱，严伯伯知道了，他跟我说，只要我答应嫁给你，他就能替我承担我父亲所有的医疗费。但是我答应他，我只是答应他嫁给你。你家庭情况复杂，我弄不懂，我也不想弄懂。从始至终，我的任务就是嫁给你，替严伯伯好好照顾你而已。你现在说让我走，行，那我明天就去把离婚证给扯了。你还说什么不想逼我，那我也不想缠着你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现在立刻就下车。你说话呀！我一个被你骂的人都还没哭，你怎么还先哭上了？不是说好3个月后离婚吗？这老头子这么坑你，医药费得让他付完啊。这不是严昭的外套吗？别走，我害怕。눈을 감아도 자꾸 맴도네 그대 미소에 나 잠을 설치고
不行，叶总，你还有3个月就要离开了，不能这么依赖他。严总，你要不要打个电话跟夫人说一声？那小傻子不会还在酒店等我吃饭吧？他此刻是不是……哎呀，老公，你快回来吧，我好想你啊！哪个女人这么厉害，居然和我们严总在一起？之前有几个立志追严总的人，可是没过几天，看见严总就跟老鼠看见猫一样，也不知道谁这么胆大，敢和这个魔王同床。来，开会。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吧。平时不都要好几个小时吗？今天10几分钟就结束了。不知道，快走吧。紫薇，严总，这次项目延期的原因是……你知不知道有哪些餐厅的外送比较好吃，合女生口味的那种？哦，我知道几家。那你把这几家的招牌菜各点1份，尽快送过去。好。严总，我觉得吧，与其点那么多菜，不如直接打电话跟夫人说一声，她应该会更高兴的。你是觉得我很闲吗？工作上的烂摊子我不需要处理。属下斗嘴。对不起，燕章，我忘记我结婚了，加班忘记跟你打招呼了。你吃饭了没？吃饭不用等我啊。你应该不会饿着等我吧？不然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那就好，你早点休息，我还有事先挂了，拜拜。很好，忘得比我还干净。叶总，好好陪2位客人打打麻将啊。1瓶，3瓶，3万。呀，糊了，红蒸，糊了，又糊了。今天我手气这么好啊，这小姑娘怎么跟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，简直是在往我手里塞。哎呦，谢少这是财神爷下凡，这财运横的挡都挡不住啊！啊，哎，你叫叶嫂是吧？我看你好面熟啊，咱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之前您和严总来的时候喝过我泡的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你呀！真是奇了呀，你这丫头还真是厉害啊，跟会读心术一样。行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希望我们还能再见。好，行，那谢少常来，慢走。今天干得不错，难得几位大客户打得这么尽兴。来，收下吧。谢谢贺总。妈，钱转过去了，注意查收。喂，妈。喂，早早，你转过来的8000是你结婚对象给你的钱吧？我们不能收，不能再拖你后腿了。不是的，妈，这我刚赚的，我老板给我发的，快收着吧。早早，苦了你了，加班到这么晚，还要把钱都打过来。没事的，妈，快收着吧，早点休息啊。普通人的生活里，哪有轻易2字？之前都是和严昭一起，差点忘了，我没有电梯卡上去，怎么办啊？你好，
我找一下严昭。女士，请您登记身份信息，我帮您签到查询。施舍难闻死了，干什么工作的？这个点才下班，怎么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想进严总的房间？女士，我们总统套房项最高级别的隐私，我们是不能随便放人进去的，所以请您先登记信息，然后等待我们主管过来审核。我是严昭的妻子，你可以打电话向他确认。就你还是严总的妻子，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穿的都没我贵。你要是严总的老婆，那我就是严氏集团的小公主了。抱歉，您还是先登记一下吧。我有读写障碍。什么？你有读写障碍？好吧，那我帮你代笔。你把你的手机和身份证一起放在这里，然后等待我们主管过来审核。为什么需要身份证和手机？我们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万一你是要来我们这做点生意什么的，我们得为了酒店的名誉考虑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不愿意交的话，那我就不能帮你了。好，那我也不用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怎么回事？严昭不理我，是睡了吗？女士，如果你不需要帮助的话，就请到外面去。你在这里会影响到其他的顾客，请快点滚出去吧。我在这儿碍着谁的事儿了？这个世界哪有别的顾客呀？你在这跟个扫把星一样，其他的顾客都被你给挡住了。你走了，自然就会有客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想碰我瓷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像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，我可是见多了。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想碰碰运气是吧？告诉你，请你快点出去吧，别在这个地方脏了我们的地。这下摔在地上，不会把后脑勺磕坏吧？希望不用休息太久，我还挺缺钱的，明天还得上班。严昭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要留宿街头了。我让你上来，你就要留宿街头。认识我之前，你是住我心上的吗？我不过是晾了这小不点一会儿，就把自己弄成这样。读写障碍也影响智商吗？不严格婚检果然后患无穷。手干净吗？就去擦眼睛。这话不许哭，还是哭出来吧。严昭，你之前是不是生我的气了呀？我跟你道过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加班。叶早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全是烟味？半夜12点多还敢在外面偷偷抽烟？我不会抽烟，是我老板他们抽的烟，我身上才沾的烟味儿。严昭，这小傻子老喊我干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虽然只有3个月，但是嫁给你也挺好的，有严昭在，不用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。即使严昭不爱我，但也绝不会让外人欺负我。叶早，你是在跟我撒娇吗？仔细想想，养了2天，他应该已经好了。等等，什么叫养了2天应该好了？早早，放轻松。Getting so close. 严昭，你真的是属狗的吗？
走走。哥，对了，爸最近怎么样了呀？前几天有直升机把爸接到总院，还预交了300万手术费。不过听说后续治疗不止这个数字，可能还要补。走走，妈那边一直瞒着不告诉我，你老实和我说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哥，你放心，这些钱是有人帮我的。走走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？你哥我还有套房子，那再不济我们可以卖那套房子。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哥，没事的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改天我就把那个人带去给你和爸妈看。走走，是哥哥没用，没有照顾好你。哥，没事的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他是个好人，你们放心吧。和燕昭的婚姻3个月之后就结束了，目前的治疗还需要很多，我必须要努力多赚点钱。敬亭绿雪，4少请慢用。叶早，味道一如既往的好。4少谬赞了。叶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上次你给我泡的茶非常好。多谢。叶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事情要谈，麻烦你先出去一下吧。事情动大了，燕昭现在要弄死我。想不到4少的朋友出手还挺大方的。中午过来陪我。好。是吗？今天我已这么经在这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。任总，你冷静点，任总。我靠！天啊！赶紧打电话给他，这死人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走走，别跑！报警！立刻封锁现场，查清楚他最近和谁通话，他通话记录、邮件记录全部保存下来。还有，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好。嫂嫂，你看着我。燕昭，有人死了。我知道，让司机送你回酒店，你回去换一身新的衣服，先好好泡个澡。我会找心理医生过去陪你，他可以给你做心理疏导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不用做，就让他陪着你好吗？你记得给他开门。明白了。我今天会晚点回家，你乖乖的在家等我，不要先睡。燕昭，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公司吗？这次绝对会上新闻的，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。燕昭，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们不要待在这里了。傻姑娘，没关系，这件事情我很快就能处理好。你累的话回去先睡一觉，如果太晚的话，你不用等我。嫂嫂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严总，听说这次严氏集团跳楼的事情是因为你的逼迫。首先，任征在1个星期前已经被公司高层全票通过解除一切职务，所以他现在并不是严氏集团的股东。对啊，是吧？其次，我们查到任征在公司多年，一直挪用公司的资金，为亲友非法牟利等多项罪名。其中最严重的事情是，任征曾联合黑心建筑商出售有毒的公寓。是这回事啊！相关的证据材料，我们公司已经全部准备好。原本打算1星期后起诉任征，
没想到他竟跳楼了。他这哪里是被严总逼的，分明就是知道自己完蛋了，畏罪自杀。真是垃圾，竟然还想出售有毒公寓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是严总就是对你没错。最后，关于相关事件所引发的所有损失，请提供证据材料，严氏集团将全额赔偿。对，说的对啊。严昭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会议室不挑，非要挑人争跳楼这个会议室开会，那谁能弄懂他呀？都拉着张脸干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给你们发薪水的人死了。你们拉着脸，其实正是因为死的人不是我，对吧？严总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严总，别开玩笑了。严昭，够了。哦，小司董有话要讲。我没有什么话要讲，我只是想提醒严总一句：死者为大。既然小司董这么有正义之心，不如就由你来想办法，由你来解决人争留下的烂摊子，由你来安置那些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民工，怎么样？机会已经给过大家了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提。过了今天，我脾气可就没这么好。夫人大概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刺激，大脑反应过来后，她实在无法接受，引起了生理性发热。行了，你睡了整整2天，他体质实在太弱了，以后得好好养养。还感觉烫吗？我不发烧了。严长，这些天你很忙，但你没有不管我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即便我们婚姻只有3个月的期限，但在这3个月内，严昭真的对我很好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？等一下，我们不是在聊天吗？别呀，严长，我病刚好，也就是属狗的，其实……等等，现在是早上，我等不及了。慢点。奇怪，这个号码怎么在我发烧那天连续给我打了5个？
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是我。四少，你有事吗？听说你病了，就想问问你怎么样了。跟贺生要了你的电话号码。多谢四少，我好多了。叶早，你有空吗？要出来喝点东西吗？四少，您如果想喝茶，可以随时来茶室，你是 VIP 客人，免预约，随时欢迎。那好吧，我们茶室见。叶早，以后你在茶室应该不会再见到安雨霏了。四少怎么会突然提起他了？前几天呢，偶然间碰到了贺老板，我就提了一句，说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为难你。贺老板当即就把他给开了。我呢，其实就是不想任何人给你委屈受。这是在表白？多谢四少费心了，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，就不劳四少为我烦心了。叶早，这没什么好费神的。其实我……四少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结婚了？和谁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从未听你提起过。叶早，我们认识那么久，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？婚姻不是小事，你了解他吗？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万一他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而是别有用心呢？叶早，你太单纯了，我怕你吃亏啊。四少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你没有资格评价我的感情生活，也没有权利对我的丈夫说三道四。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们不说这个，就只是喝茶，好吧？喝茶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泡茶了。有些事情我既然知道了，我就不能装作不知道。以后我们也不适合再见面了。那我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危险分子，不好招惹。他只是个普通人，长相不起眼，工作也平平无奇，能力也没有什么出众的，性格也不完美。但是我愿意和他好好过日子。早早，任征死了，就是我那个朋友，之前一起来喝茶那个，他还给了你一个大红包，记得吗？他跳楼自杀了，但他是被人害死的。早早，你就当是为了安慰我，再陪我一会儿好吗？抱歉，四少。严氏集团前任董事长死亡调查已经结束，警方确认是自杀，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。院长，那位跳楼的任总真的是畏罪自杀吗？怎么可能那么简单？为了自己活得舒坦，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这么贪生怕死的人会畏罪自杀，他当然是被逼死的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至于是怎么死的，重要吗？你呀，真是我的小祖宗。院长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喂，早早，爸，严昭他睡着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人家的事儿，我思来想去，觉得对不起人家，想和阿昭再商量商量。爸，那个新闻我也看了，任总不是什么好人，严昭是有什么做的不对吗？早早，这件事情太复杂，你不知道最好。只是阿昭有时候手段确实太多了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爸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严昭手上沾了太多血，骨子里都是冷的，人命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，爸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其实，严昭的内心……早早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别想太多，就按照你的心走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爸爸都会保护你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如果腻了，你恐怕就……
长得这么好看的人，真的会是恶人吗？算了，我还是先睡次卧吧。老东西。人证跳楼的事儿，严老爷子手慢了，好不容易露了把柄。备车去老宅。既然那老家伙觉得颐养天年不够自在，那就去给他送点自在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听你说过，你不会抽烟喝酒。尝一尝，这酒度数不高，能喝的话，陪我喝2杯。甜甜的，不难喝。怎么回事？手怎么这么凉？你衣服脏了。我去换个衣服。叶早，你饿吗？我操！只是阿昭有时候确实手段太多了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严昭，我不想，今晚就好好吃饭行吗？怎么，怕我了？一直乖乖的多好，偏偏要和那老家伙搞小动作，还被我抓到，我是不是太纵着呢？真没良心！叶早，说话。任真死了，还有他袖子上不知道是谁的血。若有一天严昭虐了我，把我弄死，对他来说是不是也不值一提？看着我。既然不想理我，那就喝酒。Step so deep in your eyes, I touch on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. 张嘴！啊，你是属白眼狼的吗？严昭，我现在真的不想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娶怕我的人做老婆。咋啦？吵架了？我说你们都结婚了，凑合过呗，还能离咋？不是，闪婚闪离，你来真的？不可以吗？哼，再乖又怎么样？喂不熟就是喂不熟，对他再好，也捂不热。别这么说，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这床头吵架，床尾和一下嘛。哎，泄过火？不是啊，这是酒吧，你这兜里怎么装一包茶叶呀？他放。你是真沦陷了。严昭，
回来了吗？他那么生气，现在应该不想见到我吧？严总，您都回来了，真的不进去看看？他在害怕我。可是，你回去吧。好。他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早早，静阁有位贵客特地点了让你去，注意着点。好。这位贵客身有暗疾，不能说话，非常不喜欢见人。你等下就在屏风外头，有人会负责专门传话，你听到啥做啥就行啊。我记住了。好。客人今天想品哪一种茶？听说叶小姐最擅长为客人挑选合适的茶，还请叶小姐自己选吧。贵客自己有喉气，怎么找的传话人嗓子也怪怪的。我虽然擅长，但是也要见到客人本人，凭借体态和气色来判断。哈哈，叶小姐，你还是凭着感觉选吧。那我给先生泡一壶阳县雪芽可好？古诗有云，天子须尝阳县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此茶是唐代有名的贡茶，专供皇帝饮用，我觉得很衬先生。好的，我家公子很喜欢，请小姐备茶吧。先生，茶泡好了，还请叶小姐端过来吧。先生，茶泡好了。被烫了。先生，茶泡好了。烫伤了？没事，只是不小心溅到了一点。先生，真的不必了。这小傻子，不该听话的时候听话的要命，该听话的时候有的是本。不用你了，你出去吧。是，您慢用。等等，你的服务费照给你，先去休息吧。多谢先生。早早，手烫伤了，赶紧先用点药。已经用过了，谢谢经理。用过了也拿着，烫伤可不是小事啊。哦，好。早早啊，说起来，你跟我儿子一般大，他最近刚回国，你们在一块儿吃个饭如何？早早啊，说起来，你跟我儿子一般大，他最近刚回国，你们在一块儿吃个饭如何？不用了，经理，我最近挺忙的，没有时间。傻丫头，你真当我的意思是单纯的吃个饭？你年纪也20了，出社会都好几年了，你父母都不催的吗？这结婚呀，不分早晚，碰到个合适的就该结婚。经理，我已经……我不会娶怕我的人做老婆。
我儿子，国外的留学生啊，长得又帅，你跟他在一块儿不吃亏。这样，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，让他加你。你们先聊聊，就当个普通朋友，先接触一下嘛。经理，您别……我看你眼睛今天肿肿的，我那儿有眼药水呢，一会儿给你。严总，您要不要和夫人说一声？将来说不准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哎，经理，抱歉，经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实在不方便和您儿子见面。你今天还回来吗？严总，夫人她来公司了，还不算吧？知道来这里找我？不是，她离开酒店回她婚前的家，而且她请了长假，说是要回老家，离开家州。她想逃？不就过个寿吗？还买这么贵的东西？这毕竟是老爷子80岁生日，是大寿，贵点没啥。你买再贵的又能怎么样？别说人参鹿茸了，你就算买鱼翅熊掌回去，他们也瞧不上你半眼。这次要不是看在老爷子80大寿，我压根就不稀得回去。当年早早刚发现病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躲咱们的？生怕咱们借钱，在背后看笑话，奚落咱们，这些你全都忘了？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总记这些干啥？哎，早早，爸妈，早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咱不是说好了在机场碰面，一起去你爷爷大寿吗？这医院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有病气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女婿呢？哦，他有事出差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之前每次说到他都是在加班哦，这次又出差了。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嘛？早早，他是不是不想见我们？要是不想见，也就不勉强了。只要他对你好，也别至于这事儿闹别扭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手怎么了？啊，他虐待你了？没有妈，他对我很好的。我这个是给客人泡茶的时候不小心被烫的。好了吧，妈，咱们走吧，待会儿还要赶飞机，哥哥还在等咱们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身份证显示异常，需要重新审查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身份证显示异常，需要重新审查。啊？早早，你的身份证怎么会异常？现在还不清楚，爸妈，要不你们先过去吧，我赶下一趟航班。早早啊，那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没事儿，可能是系统出了什么问题，核查一下就好了。改签航班挺贵的，你们别等我了。那我们走吧，小心一点啊。注意安全啊，早早。叶早小姐，请和我们过去一下吧。啊？请问我们要审查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呀？哎呀，看着挺好的一个小姑娘，真是可惜了。虽然很同情你，但这也是运气不好，算你倒霉了。不用问那么多，你进去就好了。我是清白的，我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要是你们查到什么不良记录，肯定是系统出了问题。真的，你们相信我。叶小姐，不用解释那么多，你坐一会儿就好。手机检查完就还给你，待会儿会有人过来的。你们。
严超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坐过来。打算去哪儿？回老家。什么时候回来？1周左右。跟老板说了？他为什么问这些？难道是他把我扣留在这儿的？跟老板说了，不跟我说，你是觉得我没必要知道是吗？我给你留了字条。是，我看到了。别走，你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在我严昭这里只有丧偶，没有婚，你自己选。你干什么？这样，我看你还怎么逃。严昭，如果你不想等我回来再聊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聊。现在，叶早，我给过你好几个机会，你当初招惹了我，这辈子你就都得是我的，逃不掉。等一切结束吧，等一切结束吧。就算让你恨我，我也绝不可能放你走。之前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了，谁都可以走，唯独你不要离开我。严昭，你听我说，这丫头怎么还不接电话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喂，你是谁？我妹妹手机怎么在你那里？叶早的哥哥。我是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她丈夫。我妹妹呢？她还在睡。她安全就好。你真的不肯回来参加我爷爷的80大寿吗？80大寿？对，这是叶早结婚后第一次回去，你不在，村里那些人肯定要乱传闲话。知道了。所以小不点离开京城，不是想逃跑，而是为了给长辈贺寿。严总，都是我的失误，我太草率了，没有调查清楚就妄下结论，以为夫人要离开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夫人原本和总裁只是冷战，现在弄出这么大的阵仗，夫人不得恨死严总了？再有下次直接滚。好。醒了，身体好点了没？你说句话呀，别不理我。叶草，确定不吭声？确定。一个字也不肯说。好。已经3个字喽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想说话，那我带你去看看礼物。你爷爷生日，咱们回去给老人家祝寿。你点点看，数量够不够？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？毕竟是你的亲人，你比我了解。这么多。小不点家除了爷爷，还有不少亲戚，这么应该够了吧？过去塞红包，反正红包准备了80个。他对严伯伯态度冷淡，居然会这么在乎我的亲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的亲戚？你调查我？
我不调查一番，怎么会知道你在叶家都没提过我的名字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？早早，哥，说了半天不许沾，想让伤口感染恶化吗？还不是怪你用手可扣。你好，叶晨。怎么感觉看他好像有点眼熟？哥，他姓严。小严，谢谢你陪早早回来，这穷乡僻壤的，委屈你了。哥，咱们回家。妹妹这是嫁了个什么人？家暴男，给我死！不理我，不理我，不理我！好叶子，你行吗？你真有出息，个子小小，脾气倔倔，就你这样，迟早把我气死！妈。还好，我这女婿不是和我一般大的糟老头子，不然我真的没法想象他管我叫爹。爸妈，这位是小严。叫严什么？严昭。很抱歉，这么迟才来拜访二位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。还有一些东西拿不开，在路上，回头会有人送过来。哎呦，好，让你破费了，来，快进来。来，里边请。严昭，好耳熟的名字。小严啊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商业。那你们公司有地产业务吗？有的。最近大环境不好，地产最不景气，你们公司今年挺难做的吧？确实挺难做的，同比增长0.2%，总营收只有800多亿，确实不能景气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叶子为什么还不理我？理我呀，快理我！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，一个眼神就把我妹吓得不敢抬头。早早过来帮妈妈摘菜。你陪哥聊天。叶早手上有伤，不能沾水，洗菜的事我去就好。小严，你快出去吧，这里脏。没事。小严，你还会做饭呢？小时候我妈不会做饭，我5岁就踩板凳做饭了。哥，你神神秘秘把我拉过来干嘛？你保留证据了没有？什么？他打你的证据啊！早早，你别怕，现在回家了，哥替你做主，把那个欺负你的畜生送进去。哥，他没打我，他只是……早早，你以为哥哥像爸妈那样好骗啊？你别怕，我们现在就去离婚，以后哥养你。哥，这手腕也不是，手腕是被磨的，被手铐。你们玩这么大的吗？算了，他没欺负你就行。老爷，对不起，你离我远点，别牵你身上了。没事，你别捂着，咳出来会好一点。小严，你快躲远一点，别脏着你。爸，专家会诊没有进行有效治疗吗？这已经好多了，之前医院都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了，现在好歹能出院了。我好多了，早早带小燕去洗一洗，
换身干净的衣服。是啊，早早，这还有我跟你哥呢，快带小妍进去啊。哦，好。我一个早该快被阎王收走的人，活着都是拖累你们。爸，你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什么也非法牟利等多项罪名，其中最严重的事情是，任征曾联合黑心建筑商出售有毒的公寓。严昭，这下真是红阎王来了。不行，早早性子软，真跟严昭在一块儿，不得被他欺负死啊！早早，你能不能看看我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话？你怎么样才肯理我？早早，要么你就跟我说话，要么就让我这样一直看着你。选择权在你。霸道鬼，那你要答应我，之后不管再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人来。叶早，我从来不能答应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我的女人绝不允许被任何人欺负，谁敢用手欺负我就断他哪只手。敢造你黄瑶，那就这辈子不要再说话了。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已经领完证了，所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？果然啊，他就是把我弄到手了就不珍惜了。我没有。你要知道，冷暴力也算是一种家庭暴力。这一路上你一直不理我，我不同意你就不跟我说话。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同意，就是冷暴力。这是冷暴力，所以我在家庭暴力严重，是这样吗？当然。但是我答应你，动手前，我先告诉你。哥，早早，你和严昭他是怎么认识的？你都知道了，他的身份你能不能先别提？我不想让亲戚们知道。那他们要是问你老公的工作呢？我就说他会做一点小生意。一点小生意？我看是一点小生意吧。早早，你是不是怕亲戚们知道了会趴到严昭身上吸血？不是的，我是怕他们一个个凑上来被严昭扒皮抽筋，尤其是爷爷，他最危险。扒皮抽筋？现在还疼吗？严昭，明天就是我爷爷的生日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怎么，怕你带我过去给你丢脸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麻烦你。好了，现在时间还早，要不我们……你明天还有事呢，早点睡吧。他真的好忙啊！明明在严家，他对谁都是冰冷的，但在我家，他会帮妈妈备菜，会给爸爸喂药。严昭，到底哪样才是真的你？和昨天一样完整的复刻，房间和心情依旧乱乱的，想整理却又动弹不得。他哭了。这样的感觉已经好久了，都显得一切太过平常了。我没有要逃走，你听我解释。好希望有人我没有要冷暴力，对不起，也没有完成阎魔国的事情，对不起。
小傻子，你没有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说你那些话。早早，别怕。这和你家倒是很不一样。叶早家穷的小偷都不愿意上，叶家老宅倒是气派得很。林闲话，连你姐姐的东西也敢偷啊！罚你跪到明天天亮，看你以后还偷不偷！爷爷不是我，是叶雨他自己。园长，我们进去吧。爸，这是我们家给您准备的鹿茸人参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知道了。把头抬起来。有我。啊，爹，您瞧瞧，这是早早找的对象小妍。小雨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小雨和她男朋友从港城赶回来，现在还在路上呢。哎，老爹，你别着急啊。哎呀，小雨这孩子呀，打小就优秀，找的男朋友啊又这么好，这出手啊大方。哎，爸，站着碍什么眼呢？还不赶紧走！站着碍什么眼呢？还不赶紧走！老子一句话都不敢说中的宝贝，他敢这样做起？院长，我爸爸很重视今天，就这一次，你放他们一马吧。叶早，我是个商人，又不是放马的，为什么要放他们一马？我知道，我爷爷对我很冷淡，在这种地方，女孩生下来就是原罪，更何况我还有阅读障碍，我改变不了这一切。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很好，他们带我离开这里，我现在只要偶尔回来几次就行了。反正这些我能忍的都忍，但是我不在乎了。可是我在乎，别人伤你，你不觉得疼，我觉得疼。叶早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就你这一个老婆，你让我怎么忍心？啊，好吧，我允许你给这几个人交赎罪券。什么叫赎罪券？你亲我一口，我就不动他们。要是不愿意，那就……动情的空间，动情有你的世界，动情的画面，园长，谢谢你心疼我。我不是心疼你，我是心疼我自己。严总，车太炸了，东西太多，我们拎不过去啊。知道了，我去找你哥要车钥匙。还有，我今天陪你来这儿，不是为了让你受委屈。要是再有人不长眼，别怕，一切有我。爷爷，哎呀，小雨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长得可真帅呀！我刚看到你的车，哎呀，真气派，不像他们叶早家，一个破车开了10几年。还是你最有出息。可不嘛，叶早他就是一个没读过书的，哪里比得上叶雨这个高材生啊！以后呀，我们叶家就要出一个富家太太了。哎呀，大家别那么说嘛，叶早他们家也不容易的。爷爷，祝您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哈哈哈！祝老爷子生日快乐。什么味儿啊？这老头子不洗澡吗？感觉夜雨都臭了。
这个恋爱我是非谈不可吗？爸妈，阿萧，你看什么呢？那是你妹妹。嗨，我堂妹，就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太妹，现在在京城当服务员，专门服务那些有钱人的。还以为是女大学生，原来是个低级。哎呀，我看这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饭吧。好。小妍还没到呢，咱要不稍微等一下，等人齐了再开席。明知道马上就开饭了，还要出去，好意思让这么多人等？等会儿啊，留点剩菜，吃2口就是了。感情被冷落的不是你家姑爷啊！刚刚这么多人，等叶雨带她男朋友回来，你们家都好意思，我们家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们家叶早能跟我们家小雨比吗？我们家小雨可是港大的高材生，男朋友还是港城的公子哥，你那个女婿算个什么东西？回来连个礼品都没带，能比得上？笑话！就你女儿的男朋友，给我妹夫连提鞋都不配。叶晨哥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阿萧可不是普通人。我知道叶早呢没读书，找不到个好老公，但是也不能为了出面子就去走捷径吧，小心被老男人给骗了。哼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让我提鞋？就是，他要是真有这么厉害，别说提鞋了，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。好啊，就请大伯母记住今天说的话。哼，成何体统！你是怎么教育他们2个的？还不赶紧管一管他们，把他们带出去！爸，这孩子们没有错，本来就是我大哥说话太难听了，要么就等人齐，要么就一个人不等，凭什么区别对待我们家呀？哼，这些年来老爹都是大哥在养着呢，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？三弟，你给老爹花了几个子儿？叶秉红，你心里难道就没个底？就是啊，什么好处都想占，真不知道害臊。那爷爷给大伯花了多少本钱，又给了我爸多少？爷爷，你当时知道读书重要，送大伯、二伯去读书，偏偏把我爸送去黑煤窑下矿。二伯惹了事儿，你又拿奶奶生病当借口，骗我们家，把我们家掏空了底，还骗我爸妈去还贷款。那这钱该怎么算？这事你怎么知道？如果要算，那我们今天就算个清楚。这笔债我们家还了10年才还清，好不容易还清了，我爸辛辛苦苦找了个工作，爷爷你又私下送礼，把那个工作换给了大伯。胡说八道！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知道什么值钱的事情？不止这些，我知道的还多呢，要我一个一个的全都说清楚吗？爸，早早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给4弟的钱，那可是我的工伤赔偿金呀！那年我的腰差点被砸断了，差点站不起来了，还有我的工作。不孝子，你是在质问你爹吗？爸，我也是您儿子呀，怎么能这样区别对待呢？别喊我爸，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！以后啊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，赶紧滚！哼，都是你这个搅家精，当初啊就该把你溺死！叫你不听话，你还哭？你哭什么哭？你敢！你敢！昭哥，院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他爷爷。院长，我爸爸的情况很不好。所谓脉搏还有裂，只是气急攻心，没事。这附近有医院吗？至少有40分钟。所谓，立刻联系医疗救护飞机，费用无所谓，让他们尽快过来。好的。啥是医疗救护飞机啊？哎呀，我在电视上看过，就是直升飞机把人送到医院，1个小时几10万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
几十万呢！这叶秉红的姑爷这么有钱啊！呀，太有钱了！这个，你女朋友阿笑，赵哥，我就是玩玩而已，哪算什么女朋友啊？她，我老婆。原来是嫂子，嫂子好，嫂子好。你嫂子被人欺负了，你就这样看着？你这是眼睛瞎了？什么人都敢惹？你打我！你，哼！这里是叶家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我管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动我严昭的人，就算是玉皇大帝的金銮殿，老子也照样砸。这可是严氏集团的总裁严昭，你们敢惹怒严总，我可不敢。严昭，怎么？都别害怕，气氛这么安静，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。一条胳膊100万，腿也一样，谁先打断对方的，就拿这些现金，住院的医疗费全部免费。你疯了你！当然，要是谁先打断对方全部，2000万。严总。你说的这都是真的？3分钟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那可是2000万啊！就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哥，你放心，弟弟后半辈子养你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夫人病了！快走快走！各位想去哪儿啊？这寿宴可还没结束。哎呀！老大，我们真的错了，以前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但现在你大伯他的教训已经够了，你让他们别打了。够了。行吧，小不点说够了，那就够了。怎么了？话都不让老子说。够？怎么可能够？我爸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就在隔壁房间躺着，刚吐完血，身体状况还不好。你们有一个人关心过他吗？有人向他说对不起吗？你们根本就不是真心知道错，也不是真的想跟我们家道歉，你们只是害怕严昭，所以我凭什么让我老公对你们停手？叶总刚才喊我蛇。夫人，叔叔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太好了。早早，我今天答应你谁也不动，但那些人是他们自己打起来，可不怪我。你总不能……夕阳染红了操场，黄昏洒了糖。严总，叶家的事处理好了，那些欺负过夫人的人，他们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医院待着。至于那些钱，他们一定是有命拿，没命花。好。嘿，那冰川与海岛，你们有看吗？年少的爱都输给一句，后来呢？后来再未见过那么美的日落，天黑了，影子会消失在路口。早早，爸那边情况基本稳定了，妈让咱别操心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早早，我还是觉得咱们家和严昭差距太大了，他这个人行事作风凶狠多了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打扰到你们了，看来我来的还挺是时候。严昭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放我下来。放你下来，让你跟着你哥跑。
想骂什么就骂吧。我为什么要骂你啊？因为叶家那群人是被我弄得半死不活，你会怕我，会怀疑我，会担心有一天我把这些用在你身上。延昭，你就是个怪物，我就不该把你生下来，你不得好死！所有人骂我1000句10000句，我都不在意，唯独你不一样。你，延昭，我好害怕。明明我那么恨他们，但是听见他们的惨叫，我还是很害怕。严伯伯说，你从小在边境长大，曾经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崩溃和害怕过？也许你不需要我的心疼，但是我真的需要。你说什么？走走，我好疼啊！延昭，等回京城，我们就搬出酒店吧。怎么，又是严志琛的主意？不是的，我是想你一下班回到的地方是家，而不是冷冰冰的酒店。你想什么？我想有个家，我们的家。你要是不想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住在酒店也行，就当我没说。你已经说了。叶早，你说话要负责，不许反悔。夫人您好，我是集团秘书办的安琪，这些呢都是严总在京城范围内的房产，请您过目。好，谢谢你。这里面怎么全是地皮和设计师啊？这些都是国家顶级设计师。夫人您选好地址后呢，这些设计师会按照您的喜好专门建造。这样是不是要花好多钱？太浪费了吧。可是如果按照我的预算去买房，延昭会不会不适应？延昭，你选吧，我听你的。我们还没有签婚前协议，你不选的话，也不等于给我省钱。你要选的话，反倒是帮我省了时间。是这样吗？选你喜欢的。那好吧，安秘书，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再帮我介绍一下？可以的。看这个呢？房子选的怎么样了？还没选好呢，太多了，我看的眼睛都花了。没事儿，慢慢选。对方抢到了实际前场篮板。想看什么？我跟着你看吧，我喜欢看的你肯定不喜欢。那我喜欢的，你就一定会喜欢了吗？叶早，如果你是我的员工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低于安琪的职位，但是你是我老婆，我会怕你不合格。想想看，你的父母在家是怎样相处的？难道是一方听命于另一方吗？那我想看综艺。当然可以。我们是多久没在一起了？1周？感觉时间过了好久。他是不是瘦了？哦，是光线的原因，不该瘦的地方还是一点都没掉。也不知道。燕昭，你好好看电视，坚持用眼神开场。晚点再看。没有任何原因，也没办法说明。燕昭，你要去上班了吗？
那我就不起来送你了。怎么了？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陪你一起找吧。不用，忘了带你。没事儿，继续睡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忘了带什么东西？你，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所以你跟我一块儿去公司，我去上班，你陪我守。哇，严总今天怎么坐这辆车？这么奢华高调，看起来不像是他的风格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今天的工作可得给我提起12分精神，千万别出岔子。完了完了，我一紧张就尿急。憋着。要我抱你下来吗？不用。好了，走吧。真漂亮。哇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迟到了2分钟，我自罚今天的会议站着。我太太年纪比较小，怕丢了，所以就带在身边，以后大家会常看到。也麻烦各位请多多照看。好，坐下吧。你们怎么了，小司董？你又有意见？叶早的领证对象是严昭，他明明说结婚对象外貌身世都很平凡，这怎么能是严昭？我明白了，叶早不是自愿的，肯定严昭用什么手段逼迫他了。害怕了？胆子那么小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严总工作还真是悠闲，不但消失了这么多天，现在又一声招呼不打，把咱们集团会议室改成了你的家庭办公室。这知道的是我们严总不拘小节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严总你缺教少调。掌管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连这点最基础的规矩都没有。严昭，我还是走吧。不用管。困吗？再睡会儿。去，拿2个软乎的靠枕过来。好。既然小司董叫我一声严总，我以为你明白，不管我上不上班，都没有人能够管得到我。不管在哪里，都不影响我动用职权。我的太太共享我的全部资产。小司董，讲话前麻烦看清自己的地位。关于集团本次和神州医疗公司的战略合作，主要分为下面几项。首先，互联网和医疗一直都是大趋势，而最近9折不出的神州医疗团队，他们的技术有了重大突破，这十分迎合已经暴涨的市场，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。各位董事，你们觉得呢？我靠，严昭不会看出来我这里面都是 AI 做的假数据吧？哎呀，严昭，我肚子疼。把这组数据发给我，晚些再议。凭什么严昭可以，我却不行？我怎么会输给严昭这个野种？装的稀罕，学会给我捣乱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故意装病的，我只是想让你能慎重考虑一下，那个人说话不靠谱，像骗子。你说肚子疼，就是为了阻止我？我有2个客人是医科大的教授，他们有团队专门研究这方面，但这几天他们都很沮丧，说是实验有了重大的失败，至少10年内都无法推广。10年？
苏雄刚刚说的可是3年内就有望标准化。去，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看看除了苏雄，还有没有别的内鬼。另外，把我之前给叶早准备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带过来。什么？燕昭，我不能要这个股份。即使我们没有签婚前协议，我也不会要你的任何东西。严伯伯那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你不想辜负他，所以你想背弃我？为什么一定要2选1呢？因为老狐狸扯你入局，就是为了让你帮他对付我。要是不选我，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？小骗子，不许对你说的话不负责。左为，去改一下，把我25%的股份转让给叶子。严总，25%会不会太多了？这都你的一半了。快去。燕昭，我对商业一窍不通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左秘书，叶早，要选我，要跟我站在一起，在我这里没有背弃这个选项，明白吗？你这样逼我，我迟早有一天会疯掉的。但如果我说这是严志琛的请求呢？果然，嫁给我，对我百依百顺，跟我说那么多好听的哄我的话，就只是为了答应严志琛要照顾好我。但如果当初他让你去找别人，你也会把对我说的话、做的事情，在别人身上也给予一遍，是吗？别怕我，嫂嫂，从一开始你嫁给我就只是为了报答严家，哪怕是换一家人也是一样，谁帮你你就报答谁，可我不是。我做的事情都只能是因为你，是你我才愿意。老公，今天可要喝尽兴呀！乖，换口味了。哈哈，我说这结了婚的就是不一样啊，都能分辨女人的区别了。哎，喂，严昭。喂，嫂子啊，我是严昭的哥们儿，昭哥他喝多了，能麻烦你来接他一下不？哎，人马上就到。哎，你们说，昭哥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他那样的人，热了吧唧的小娘们儿，他能看得上吗？男人嘛，都肯定喜欢征服感，肯定是找了个御姐吧。谢少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严总那么专情吗？宝贝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想跟着我就别现原形。老谢啊，你什么时候换口味了？嗨，之前啊碰到一个很对我口味的清纯女子，可是最近一直见不到人，心痒得很，只能先凑合凑合。我去，是你？谢少。你怎么来这边了？我来找人的。严昭，严昭，醒醒！他怎么敢？他居然敢碰他呀！完了完了，看昭哥这样子，这女人完蛋了。严昭，别闹，娘。哦，快把这个喝了，不然等一下在车上会难受的。怎么，你怕我吐车上嫌弃我？等一下会难受的，别怄气。不嫌弃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
甜的，味道好恶心。良药苦口，甜药也一样。老婆，你的手好小。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朝哥吗？我去，这纯纯是大尾巴狼捉小绵羊。你怎么把自己喝成了这个样子啊？谢云阔，义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救命啊！我怎么知道朝哥结婚的对象就是叶枣啊？我要早知道，不可能会喜欢叶枣，还养个替身在他身边啊！叶枣，报警抓他！我有罪，我该死！啊？你知道他叫谢云阔什么吗？他叫她老公，谢云阔还叫他媳妇儿。我呸！你们有结婚证，没领过证就乱叫，显得我们结过婚的，关系也没什么特别。那你要报警抓他们，就是因为这个呀？难道这还不够吗？我有结婚证，我都听不到你喊我老公，明明我才是有结婚证的。那我让他以后不这么叫，你能不能不生气啊？不是，我是喝醉了，又不是失智了。你这话3岁小孩呢？那你倒是让他说。喝醉的大魔王比3岁小孩还好哄。谢少，叶枣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你别叫我谢少了，我瘆得慌。可以了吧？叶枣，最后再叫你一次叶枣了，以后再见面，就是嫂子了。朝哥他是个特别好的人，当然你也是啊。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啊，好好的啊。燕昭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头头，他这么认真，该不会想拒绝我吧？不听！你别不听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在努力试着爱你。从我能听到心声开始，我就知道没有人心是不变的。但如果那个人是你，即便几个月甚至几年后，你的心意可能会改变，但至少现在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勇气和真诚去学着爱你。等一下，老公。嫂子乖，再叫一遍。你先放开我。再叫一遍。老婆，我今天要签合约，很重要的，你帮我记着，给我点运气好不好？我不太会啊。没事，我教你。
早早啊，严伯伯，亏老爷之前对叶早那么好，现在腿受伤了，也不见得来看过一次。哼！没事，早早，我知道你最近比较忙。你和阿昭还好吧？这父子情越裂越伤，我再怎么弥补，严昭也不肯接受。严总，夫人还没……哦，今天是股东大会，严总您克制下。我有什么不克制？没有。严昭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刚刚说了2句，你怎么不等我自己先走了？他们都去会议室了，但是我想和你一起，所以和他们分开了。跟我一起也要去会议室，多此一举，有必要吗？我就知道他会回来，不就撇下我跟老狐狸说了2句话吗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安琪乱看什么电视剧，乱七八糟。当然是因为夫唱妇随了。他真坏吗？早早，我听说严昭把他手里的1半的股份都给了你。但股份依旧是严昭的，我不会参与任何意见，还是严昭说了算。那当然没问题。虽然我也很希望这次合作能够成功，但是我尊重早早的想法。刚刚明明是情绪波动的时候，可他的心里怎么没有任何声音？因此，由2公子来负责本次神州医疗的合作项目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这个请各位股东相信我们家天野，只要天野挂名，实际运作还不都是我们的人，我和阿雄就能从中抽到不少油水。我不同意。严昭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天野也是严家人，分一个项目给他怎么了？难道这公司是你一个人的吗？阿昭，天野是身体不好，但是让他去挂个名，学习一下也是好的。你不要着什么急？我说的是不同意这份合同，并不代表不同意合作。苏总监，你演示中引用的核心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严重的出入。该领域顶尖团队在上周刚刚宣布核心实验失败，并且在10年内无法实现技术标准化。你展示的是他们3年前的预测数据，你拿这种旧数据来做合同，是想让集团的哪位负责人掉进这个坑里？苏总监，难怪舅舅你何妈妈非要让我来接手。那个天野，不是这样的，严总，这一定是信息滞后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不用了，合作继续，但要用我们手上这份新合同。
按这个合作的话，我们什么便宜都占不到。现在，请大家对这个方案举手表决。你现在投票，跟那老头子是一样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能猜，那老头子肯定想让你帮他投票，你不帮他觉得愧疚，帮他又觉得愧对我。唉，这小丫头还是道德感太高了。严昭，你真好。我就当你说的这些话是在说爱我。严昭，阿昭，公司交给你，爸爸很放心。这老东西又来搅事，看来爸已经彻底放弃我了。天爷，天爷，都是你，是不是你故意搞的这一出？为的就是踩着天爷彰显自己。你为什么要回京城？我欠你的吗？你真该去死啊！叶总，叶总，叶总，疼。你还知道疼啊？我家嫂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遇到危险先保护自己，别管我？我只是看不得别人欺负你。她是你后妈，你又不能打她，但她打了我，就是打了你老婆，你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收拾她了。她真的好爱我，我居然有这么好的老婆，以后要注意点行善积德了。那你可要注意点，要是哪天把自己撞破相了，我就不要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老公，我这么爱你，你要是不要我了，我该多伤心。爱我，爱我。今天的事情，严昭是受害者，苏玉琴母子也是受害者，可总要有一位加害者在里面。严伯伯，他不无辜。嫂嫂，好久不见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严伯伯，我的身体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能不能请？今天是严昭的生日，回想起来这些年亏欠他的太多了，这个生日我想好好的补偿他一下，认真的给他道个歉。您真的想跟严昭道歉吗？即便我的腿是被严昭弄断，但严昭毕竟是我的儿子，如果能有和好的机会，我不会介意之前的伤害。嫂嫂，你能帮我？但严昭介意。严伯伯，你其实一直知道我能读心吧？你其实一直知道我能读心吧？一直以来，你都在利用自己内心的想法骗我。嫂嫂，你要清楚，严昭是我的儿子，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。只要你同意把严昭的股份转让给我，那我可以保证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之间的事情，我绝不再过问。不可能，你到底是不是严昭的亲爸呀？严昭6岁就被你扔到边境去了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吗？明明是你出轨，对不起2个女人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生下那个孩子，对这个孩子的人生不负责呢？叶嫂，你是个很有意思的女孩，只可惜你选错人了。你知道这春池里谁的地盘吗？嫂嫂，你是我精挑细选为严昭准备的礼物，不得不承认，你帮了我很多，帮我
把那个冷血的怪物变得有温度。燕昭才不是怪物。燕昭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怪物，自己亲爸的腿都能打断。好，既然你不要活着配合我，没关系。等你死了之后，一样会有办法，我一样会有办法，我一样会有办法。老东西，你再敢动他试试！我没事了。我差点以为就失去你了。不会的。这辈子，我什么都敢去算计，什么都敢去抢。只有你，叶草，只有你，我怕我留不住。不用留，我早就已经把我的一腔温柔全都留给你了。不还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用还。